女孩叫小文，独自住在北千住的一栋老房子里。因为社交困难，她没有朋友，于是把名叫北斋的玩偶当成了心事对象。虽然在别人眼里小文有点怪，但只要有北斋和美食，她每天都能开心度过。这天早上睡觉的小文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妈妈每周都会打通电话确认独居的小文还好好的。她一转身发现已经9点45分，大学第2节课10点半开始，去上课跑过去要14分钟，剩下31分钟，要是动作快点，简单洗漱绝对够用。但小文却打算利用这31分钟，给自己做顿丰盛的早餐。昨晚的厨具和餐具还没洗，小文心中已经盘算好了早餐的菜单。烤面包上煎到完美的鸡蛋和香肠，再配上西红柿沙拉，主菜是奶油炖菜，一定能唤起一整天的活力。为了加快做菜的速度，先洗净平底锅，然后飞快地切洋葱丁下锅翻炒。等洋葱炒熟时，把鸡蛋香肠放进去煎至微焦，同时把面包放进烤箱定时烤制。比较麻烦的奶油炖菜，但小文有个简化的方法，先把少量面粉倒入炒熟的洋葱里，这样蔬菜炒出的油水，面粉能迅速化开，再分次倒入牛奶，加热搅拌，这样能节省不少时间。等酱料煮好时，面包片也烤好了。在小文的生活中，如果不吃早餐或者敷衍了事，一整天都会迷迷糊糊。我开动了，果然冬天的早晨就该吃暖和的炖菜。吃完早餐的小文朝学校飞奔，可他太急了，身上还穿着睡衣，引来了路人火热的目光。他这才想起今天是周6，根本不用上课，难得的假期，当然要好好享受生活。于是他哼着歌先去了商店街，买了些厨房用品，这个圆孔漏勺是最佳选择。接着挑选打蛋器和花纹长筷子，最后必备的煎蛋锅。有了这些，一定能做出超美味的高汤玉子烧。想到这份美味，他就忍不住假装做了一遍。老板见他这么热情，还赠送了一套保鲜盒，1周1次的食材补给也在今天搞定。买了一盒480元的鸡蛋，250日元1颗的卷心菜，对于没什么钱的小文是必不可少的食物。再买2罐金枪鱼罐头，连海鲜也有了。早上一路赶路，在四处采购，小文已经饿得不行了，可回家做饭至少也得1小时。于是小文决定在外面随便吃点，结果钱包里只剩67日元了。街边一个可乐饼要140日元，一串丸子也得76日元，根本不够吃啊。小文走到路边一家新开的面包店，橱窗里的羊角面包和炒面面包，每一个都让饥饿的小文流口水。可口袋里的67日元让他只能望面包止渴。就在这时，一个高挑美女走进面包店，竟然对老板说自己只要不要的面包边。毕竟一个人过日子的大学生，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这些面包边大概是他今晚和明早能吃的全部食物了。这样的话术能力让小文惊讶，但现在更要紧的是怎么用67日元填饱肚子。头晕眼花的他走到一家100元店前，然后带着东西走到草地上。这是他用54日元买的三明治，一打开里面只有2块面包，只有一片薄薄透明的火腿和一块小小的生菜叶，清淡的让人想哭。但小文却笑得很开心，因为他要用刚买的一堆食材做个豪华三明治。他先把一个蛋黄放进免费赠送的保鲜盒，加点盐、胡椒和5毫升蜂蜜，再放一大勺醋，然后用打蛋器使劲搅拌直到起泡沫，将150克色拉油分次倒进盒子，化恶为力，拼命摇晃，直到引来所有人的目光，直到盒子飞上天际。刚才遇到的女孩飞奔来，她叫小炫，蛋黄酱飞溅到她手上。小文没道歉，打开一罐金枪鱼罐头，把鱼肉全倒进去，搅拌均匀，然后在面包上放卷心菜，再把金枪鱼酱厚厚的涂上去，最后盖上另一片面包。一份原本很普通的三明治就这样完成了。小炫掏出面包店赠送的面包皮，打算分一半给小文，他还愿意送手工编织的手链给他，只希望能换取一点金枪鱼酱。2个刚认识1天的女孩坐在草地上迎风享受着简简单单的美味。说是友情，其实是靠馋虫结的缘。一直独来独往的小文终于有了第一个朋友，也许未来生活会更多欢笑吧。女大学生推开窗想感受艺术气息，眼前居然是一望无际的墓地。这一切都因为她独自来东京学美术，钱全花在吃上了，只能租这么偏的老房子。女孩叫小文，平时比较怕生，不太说话，做事情毛毛躁躁，
只有在料理上特别讲究。现在他已经独自在东京生活了半年多。这天小文在家画人物，明天不交这作业可是会扣分的。但由于肚子饿得咕咕叫，他画的画都像肉丸子，想开窗吸收点艺术气息，结果外面是一片望不到头的墓地，而且还有个穿黑衣的少年盯着他。但这完全不影响丸子在他心里的地位。他冲进厨房，翻出打折时买回的番茄罐头和洋葱，然后不管作业能不能完成，他正准备出去买肉馅做肉丸子，手机突然收到小炫的短信。小炫说他发现了一家既便宜又好吃的定食屋。小炫是小文前几天刚认识的朋友，他们都是兜里没钱的大一新生。原以为平时内向的小文终于开始享受大学生活，但他觉得自己像孤独的美食家，如果边吃边聊天就尝不出食物的味道，所以他觉得美食就该一个人慢慢吃。于是即使再馋也找借口拒绝了小炫。出门购物时，小文巧遇了小炫，他本想找个地方藏起来，结果因为背包太惹眼，一下子就暴露了。小炫给他看了很多从网上下的照片，说没钱吃遍这些美食，但光看图片想象味道，自己就能吃3大碗白饭。买完食材回家，小文却发现家里多了一个神秘少年，就是刚刚在墓碑前站的那个人。喂喂，一个人很孤单吧？和我玩吧。少年淡然介绍自己叫是小文的邻居，还说专程来找小文玩。虽然他的突然出现让想独享美食的小文焦躁，也把胆小的小文吓了一跳，可面对这个无法赶走的客人，小文只能无视他，然后走进厨房继续做肉丸子。先把洋葱剥皮切成碎末，放进锅里快炒，光这一步的香味就吸引了阿峰的注意。我才不看，反正不感兴趣。将炒好的洋葱加入肥瘦搭配的肉馅里，再放入姜粉和黑胡椒等调味去腥。看到阿峰无精打采地坐在地上，小文决定带着阿峰一起用游戏的方式制作美味的肉丸子，在规定时间内做出更多肉丸子的人就是赢家。游戏刚开始，小文就气势逼人，拿起勺子舀一勺肉馅在手心，然后用熟练的手法揉成肉丸。不过因为追求速度，所以丸子没能揉成完美的圆形，看来自己手笨拖了后腿。阿峰想着只要做完就能吃肉丸子了，于是以落后7个丸子的情况开始比赛。虽然速度比不上小文，但做出的肉丸又圆又美。接下来就是正式制作肉丸意面了，用橄榄油慢火炒蒜末和辣椒，炒香后加入番茄酱，接着加一点盐和黑胡椒调味，酱汁变浓稠就好了。小文负责煮酱汁，阿峰则在旁边煎肉丸。肉馅会出油，所以一开始油要少放一点。小文建议先煎够这一餐的肉丸。她一个小女生，居然一顿能吃20个肉丸子。肉丸刚下热油的时候，会发出滋啦滋啦的响声，过一会儿油就会渗透出来，这样表面变得焦黄，看着特别有食欲。本来打算同时煮意大利面，结果2个炉灶都用了，只能求助微波炉，找个能放意面的盒子，加水和意面，然后放进微波炉加热即可。煎好的肉丸放进番茄酱里拌匀，加上煮熟的意面翻炒几下，味道一下子提升了。为了增添美味，小文还表演了几下颠勺。阿峰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期待了一天的肉丸终于吃进肚子里。拌在意面上的番茄酱配上大块的肉丸，三者完美结合，味道浓郁。小文吃完就趴桌子上睡了，阿峰则开窗从阳台走了。今天和陌生少年一起吃意面，味道像加了新香料，和以前不一样。不论做饭还是吃饭，一个人没个伴儿，可能就少了那么点期待和乐趣呢。学美术的画成这样，竟被教授赶回老家去了。但女孩丝毫不担心，因为她在上学前炖了一整锅香喷喷的牛筋，那诱人的味道和口感足以赶走被批评后的坏心情。平日爱赖床的小文今天居然6点多就起床煮饭。其实小文早就预感到今天会很难过，因为昨天跟阿雪尽情享受了肉丸意面，结果作业是匆忙完成的，他已经预想到肯定会丢掉重要学分，于是特意出门买了300克的牛筋，打算好好安慰自己，把牛筋切成能一口吃的小块，先焯水去掉脂肪和血沫，沥干水分后还要炖煮5到6小时，才能让牛筋变软烂。可是这样的方法，但对于上学的他来说太麻烦了，于是他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就是平时煮饭的电饭锅，在内胆里放上切好的洋葱、姜、蒜和胡萝卜，再放上牛筋和罐装番茄。虽然可以放点咖喱酱，但小文加了大量香辛料，
用电饭锅的好处是，即使煮饭结束了，温度可以保持在约70度，让牛筋一直炖着。果不其然，这幅写实的吃肉丸意面画作被教授狠狠批评了，足足持续了1小时12分钟。小炫认为这种时候最需要一个温柔的男友安慰，而且小文这么会做饭一定很受欢迎。但小文却无所谓，他对学习和恋爱一点兴趣都没有，只热爱料理的过程和结果。料理的快乐比恋爱多得多。作业得了低的小文老老实实去河边练素描，在那里遇到新来的语文老师永太郎。永太郎跑过来，动作搞笑，还带着笑容。小文突然想到车站前的超市，纳豆快要半价销售了，难不成这家伙是去抢便宜纳豆？不像自己冰箱里早就塞满了。不过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为了食物而拼命，永太郎只是单纯喜欢跑步而已。没过多久，小文就已经开始觉得厌烦了，满脑子都是早上准备的咕噜咕噜魔法。小文不知道的是，几天前见到的那个神秘少年又从阳台潜入了他的家。阿峰没啥坏心思，只是肚子饿，找点吃的。然后他闻到了一股特别的香味，想着尽力之后好好享受一番，小文决定努力练习素描。结果他一站起来，画纸被风吹走，正好糊在了永太郎的脸上。小文慌张中撞翻了画具，永太郎赶紧上前帮忙捡。忙乱中，两人的手碰在了一起。这段属于贫穷女大学生小文的爱情要这样开始了吗？小文这个粗神经的女孩果然主动浇灭了初恋的小火苗。不过看着永太郎的姿势，她觉得很帅气，于是让他保持这个姿势别动，给他当模特。小文的夸奖让永太郎开心极了，他甚至觉得小文特别可爱。说起自己的一天，小文突然开始憧憬等会练习结束，回家打开电饭煲时扑鼻而来的浓浓肉香。他幻想着把肉和汤汁浇在热腾腾的米饭上，用勺子舀着混合汤汁的肉精和米饭送进嘴里的同时，享受着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他没意识到自己在假装吃牛筋盖饭，而家已经被洗劫了。阿峰正懊恼于寻找散发出如此美妙香气的东西，门铃突然响了。他一开门，小炫微笑着站在外面，两人对着陌生的彼此吃了一惊。小炫闻到了屋里的香味，阿峰和小炫终于发现了电饭煲里的炖牛筋。闻着香味，小炫已经快流口水了。小文的人像画习作终于完成了，永太郎累得直接倒在地上。他向小文要了那张画，看到画笔的触感，他就知道小文会是他终生难忘的人，于是赶紧追了上去，小心翼翼地问了小文的名字。可小文笑嘻嘻地告诉我这道菜叫咖喱牛筋。永太郎都懵了，原来小文心里只想着吃的，好多鸟从他头飞过，场面更显得孤寂。小文冲回家的时候，正好遇到小炫在打开电饭煲的盖子，他立刻阻止，因为这是他自个儿的魔法。小文，我也想快点被你施魔法呀。两个人一起吃也可以，但是打开盖子的时候一定要让小文自己动手。牛筋已经炖得软烂可口，光闻这香味就知道了，蔬菜的香甜全都融进了汤里，牛筋的醇香和嫩滑口感真让人停不下筷子。再点缀点纳豆，再配上米饭就更好了。可是家里好像没有米饭，他慌忙地冲出家门去买东西，半路撞见了刚下班的永太郎，还不小心掉了一只鞋。真希望有个跑得快的男朋友啊。这位女大学生有多穷，她每天吃的竟然是美术课的道具。老师让她带南瓜回家画素描，她转身就把南瓜蒸熟做南瓜盅焗饭。从小地方来东京上大学的小文，平时又腼腆又不太会说话，做事总是毛毛躁躁的，唯独对待料理时一丝不苟。这天上课睡着了，被教授逮个正着。教授把南瓜道具给了他，让他明天交临摹作业。可惜小文看起来完全没听教授的话，一门心思研究怎么才能让这些食材融合为绝佳的美食。下课后，他在学校碰到了小炫，小炫手里拎着一大袋花生。听说春分那天，他们在校外上课时参观了一所小学，这些花生是撒豆子剩下的，他就拿回来当午饭吃了。小炫从塑料袋里抓了一把递给小文，小文的食欲马上被勾起来了。这么好的花生用来做蜂蜜烤花生，那肯定美味极了。一口咬下去，满是蜂蜜和砂糖的香味，甜香之后还能品到黄油的香气，让人忍不住一个接一个往嘴里放，根本停不下来。小文的无实物表演真是太投入了，吸引了周围同学的目光。小炫都快听出口水了，于是把所有的花生塞到小文手里，借口情人节快到了，希望小文做成蜂蜜烤花生送给他，代替友谊巧克力。因为怕被拒绝，他还从包里
掏出了一个鬼面具给小文，偶尔为别人做顿饭也挺好的。小文拎着一大袋南瓜、洋葱和花生，终于回到了家。果然不出意料，神秘少年阿峰又悄悄潜进了他家。阿峰从他带回来的食材袋子里掏出了2个南瓜、2罐自制酱，还有一堆洋葱。小文抱起一个南瓜，准备开始做饭。他先把南瓜皮清洗干净，刚打算拿刀切开南瓜，阿峰突然出现了。阿峰急忙上前说南瓜太硬，女生切不动。可刀刚碰到南瓜，他就感觉力不从心。其实小文有门道，只要把湿南瓜用保鲜膜包好，微波炉加热，南瓜就软了，容易切。这是独居女生的小聪明。软化南瓜时，准备一口锅，加入水和调料煮。加热过的南瓜稍用力就能切开，去籽后切成小块，放进锅里煮熟。等的时间正好可以包花生，把去壳的花生用黄油炒热，再浇上蜂蜜。桌面铺上烘焙纸，撒一层砂糖，铺上炒花生，再撒一层砂糖。接下来静置到蜂蜜凝固。最后一步是把花生倒进密封盒里，猛烈摇晃，用尽全力把花生摇成一粒粒才算完成。尽管阿峰帮了忙，但手忙脚乱的小文同时做2道菜，还是导致南瓜料理失败了，因为煮太久变得粘稠了。不过在小文的厨房里没浪费的是，他立刻起身洗干净另一个南瓜，包上保鲜膜后放进微波炉加热，动作一气呵成。切几片培根用油炒香，切些从学校带回来的洋葱一起翻炒，再把从学校拿的白酱开罐倒进去，迅速将所有食材搅拌均匀，再把煮软的南瓜全倒进去，用锅铲快速捣碎南瓜块。这一幕把阿峰看呆了。简单给锅里的食材调味，加热好的整颗南瓜切掉顶部一点，再把里面的籽挖出来，就变成了传说中的南瓜盅。阿峰很好奇小文要做什么，但小文没多说，只是从冰箱里拿出了带披萨用芝士，发现已经发霉了。独居时常会遇到这种事，不过只要给小炫打个电话，让他带一包来就行了。可是小文怎么也没想到，天都黑了，肚子也饿得不像话了，还没见到小炫和芝士的踪影。小炫，你快来呀，我快撑不住了。其实我打工时间耽搁了，今天可能不能过去了。不过小炫说他的发小已经去取蜂蜜花生了。最怕陌生人的小文慌了，听到门铃响更是紧张不已，而且门外传来的还是男性的声音。他只好戴上了小炫送的鬼面具，没想到小炫的发小竟然就是上次写生时遇到的新手老师永太郎。不过谁也没认出对方，好在永太郎带来了一袋芝士，这才是对小文来说的好消息。将米饭放进南瓜中，填上大量南瓜奶油酱，撒上披萨，用芝士和面包屑，然后把南瓜盅放进烤箱。先将微波炉预热到200度，等闻到香味飘出时，南瓜奶油焗饭就完成了。上面的芝士已经完全融化，可以拉丝。这道菜有肉有菜还有主食，吃得特别满足。不过我把画画的道具都吃了，明天的作业怎么交给教授呢？看来今晚又要熬夜创作了。有人说这是日本美食里最残忍的一道，鸡肉和鸡蛋放一起煮，打散的鸡蛋液完美裹住鸡肉，再搭配热腾腾的米饭，这就是亲子盖饭。这天小文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包裹，一整箱装了不少东西，温泉毛巾、棉棒、毯子，居然还有一个葫芦。妈妈说这样时尚的装饰品是提升女性魅力的第一步。小文觉得这些东西根本没用，而且觉得妈妈这样唠叨很烦，就和妈妈吵了起来。妈妈劝她多交朋友，最好能找个男朋友一起度过美好的大学生活，不要天天宅家里做饭。但小文觉得能享受美食就很幸福了，真是烦透了。你为什么老是把这种想法强加给我？说完他就生气挂了妈妈电话。为了平复心情，小文约了小炫出来聊天。在小炫的劝说下，他决定做点好吃的犒劳自己，以此忘掉和妈妈的不愉快争吵。小文到鸡蛋专卖店买了高档鸡蛋，虽然价格有点贵，但这鸡蛋的口感和营养都是顶级的。小文想象着用这种鸡蛋做成鸡蛋拌饭，在热腾腾的米饭中间挖个洞，然后打个鸡蛋进去，再加点酱油，轻轻搅拌，鸡蛋的香甜和浓郁感在口中散开，米饭将这些风味托举起，每嚼一口都是味觉的享受。小文描述的栩栩如生，周围的人不禁闭眼想象，他也终于恢复了往日的欢乐。可是神秘少年阿峰一身黑衣从电线杆后冒出来，他的突袭把小文吓了一跳，手里的高档鸡蛋直接甩飞了。这么贵的食材自己平时舍不得吃，
结果还没到家就全摔碎了。小文的心情再一次跌到了谷底。阿峰从没见过小文发这么大火，有一瞬间吓得不知所措。小文警告他日落之前一定要买回来。平时淘气的阿峰也不敢顶嘴，买好蛋还在路边练习如何道歉。要是平时的话，小文脑里肯定已经有菜谱了。不过今天他在冰箱里翻腾了半天，还是不知道这些破了的鸡蛋该拿来做什么料理。培根蛋面刚吃过不久，想做炒面和菜煎饼，家里材料又不齐，本打算用万能的咖喱救急，没想到这咖喱早就过期好几年了，以后还是不能随便从美术教室拿道具回来吃，越烦心越容易出乱子。小文转身时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牛奶，准备找东西擦拭时，才发现妈妈寄来的毛巾和纸巾原来有用处。他翻开纸巾和毛巾，发现下层有护手霜、保暖袜和感冒冲剂，每样东西上都贴了便利贴，还标了一个数字，最底下是一口锅。妈妈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用这锅给自己做好吃的吧，觉得应该送点小礼物给小文道歉。阿峰第一个想到的是买花，但转念一想，对爱吃的小文来说，新鲜的鸭儿芹比鲜花更好。回到小文家后，阿峰真诚道歉，也得到了小文的原谅。不过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他要帮小文一起做晚饭。我的脑海里已经有菜单了：鸡肉切块，大葱切片，拿出小文家的祖传亲子锅，锅中放少许水和浓汤宝，再加糖、料酒、酱油调味，汤汁一沸腾，放入鸡肉和大葱。阿峰买的鸭儿芹这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切断后也一起放进锅里，3个鸡蛋打散，小心的均匀倒在所有食材上，煮2分钟，这时可以盛米饭了。小文突然想起，他4岁时没朋友，不愿意去幼儿园，总是一个人玩过家家，每天早上哭着不想去上学，妈妈就会做这道菜给他，亲子之心就在这一刻相融。2分钟一到，小文立马打起精神。翻锅的关键在于手腕用力，这样一抖一抖的把鸡肉和鸡蛋盖在饭上。不过还没结束，还要再加一个新鲜的蛋黄，象征幸福的亲子盖饭就完成了。接下来准备开吃。小文家的亲子盖饭有个特别的吃法，要先戳破生鸡蛋，再咬一大口送进嘴里。临睡前，小文难得打电话给妈妈，曾发誓永不道歉的他，还是给妈妈认了错，并感谢妈妈寄来的包裹。他才注意到，把妈妈的便条按顺序排好，竟变成了一首藏头诗。妈妈最大的愿望就是小文开开心心。人们总是把坏情绪发泄给最亲近的人，和亲密的人吵架后再和好不容易，但坦诚表达自己的想法，结果往往会是愉快的。女大学生周末6点就起床，特意穿上珍藏已久的和服，只为自己做一碗热腾腾的味增乌冬。没想到好友带了个颤抖的陌生男人来，一进门就把整锅乌冬吃光了。期末作业教授要求主题是冬天，但小文却交了一份河边景色的作业，教授一眼就看穿了。小文想用这话糊弄过去，于是给了他一个周末重新绘画，否则就要重读这1年。他恍恍惚惚地走到学校的餐厅，却发现好友小炫在织毛衣，但那风格太狂野了，完全看不出他在织什么。小炫说他的发小爱上了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女孩，但他一直暗恋着青梅竹马，有个陌生人横刀夺爱，他很不服气，于是他决定亲手织条围巾夺回他的心。看着小炫系毛线乱成一团，心也乱。小文觉得恋爱真是烦人。回家路上，小文碰到了对他一见钟情的永太郎，只是永太郎沉迷于织围巾和跑步，根本没注意到他。饥肠辘辘的小文把云朵想成糯米团子，但他现在更想吃带酱汁的东西，比如热乎乎的章鱼烧。在抹好油的热铁板上倒面糊，放上切块的章鱼，撒上细洋葱和红姜，再撒一层天妇罗渣，等咕噜咕噜响，外面变脆，用小签子一个个翻过来，涂上厚厚的酱汁，挤上浓郁的蛋黄酱，最后按自己喜好撒上海苔碎和木鱼花，趁热一整个入口，那种滚烫的感觉立马让人胃口大开。外酥里糯，浓郁的酱汁和海苔、红姜的香味交织在一起，还能嚼到弹嫩的章鱼，真是太美味了。小文的沉浸想象让路人纷纷驻足，甚至都馋得流口水了。虽然很想拿章鱼烧当晚饭，但家里没有做章鱼烧的机器，而且他必须立刻去找作业主题，毕竟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留级。正当小文在家里无聊到满地乱滚时，快递员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小文妈妈又寄来快递了，这次纸箱里装的是
蓝宝宝、护腰和汤婆子，这些都是过冬必备品。可惜冬天快结束了，阿峰又发现了一个大件。上次是做亲子盖饭的小锅，这次发现一个砂锅。果然冬天就是要吃火锅呀！小文突然灵感大增，一向爱赖床的小文第二天6点就从被窝里爬出来了。他一下掀开被子站了起来，天气冷得不行，他拿出自制的和服，再穿上妈妈送的烹饪服，扎起头发。这时小文脑海里已经有了菜谱，用砂锅煮1锅水，等水煮开前先将洗好的葱切断，鸡肉切块，香菇不用洗，直接去掉根部，然后在顶部刻个十字花纹。水煮开后加调味粉和味淋，然后放入切好的鸡腿肉、大葱和香菇，最后加入8丁味噌。这种味噌比较难融化，一定要用滤网认真搅拌均匀。加了很多味噌没有问题，只要最后不喝汤就行。盖上盖子煮2分钟，同时从冰箱取出冷冻乌冬面，用热水解冻，然后放入砂锅即可。汤汁滚开后，再次盖上盖子煮5分钟。Q 弹的鱼膏可以随意切厚片，油豆腐最好切成细条。开锅后把这2样料放进去，然后是让小文最期待的食材，一定要缓缓把这颗鸡蛋放中间。这是最后一次盖上锅盖，等3分钟就能吃了。冬日的早晨，听到盖子下咕嘟声，真是悦耳美妙，仿佛温暖了寒冷的空气。这是小文专属的温暖冬天。他打算画下打开盖子时的瞬间作为作业，没想到这时竟猛地传来激烈的敲门声，听声音应该是他的好朋友小炫。然而开门后，却看到一个浑身缠着毛线的男人。男人在河边待了1整个晚上，从昨天下午起就没吃过东西，此刻全身发抖。小炫请求小文给他朋友拿些热的食物，一转眼就看见炉子上冒着热气的砂锅。一大早6点就起床做的早饭，小文真有点舍不得，可是想到蜷缩在暖炉前的男人，他还是忍痛决定。锅盖一揭开，味增炖鸟冬冒着阵阵热气。小炫给发小剩了1碗，还主动想喂他吃，结果被发小拒绝了。缓过神的男人突然发现，眼前的女还正是自己心动的对象。他吃完了一大锅味增乌冬，然后离开了小文家。小文抓紧时间做作业，小炫把给永太郎喂饭的画面画在了纸上。冬季的风虽冷，但他眼中却是温暖的。他相信此刻小炫和永太郎一定在互相给予温暖，只是他没料到永太郎喜欢的人不是小炫，是他。贫困女大学生有多节省，吃完的关东煮汤不舍得倒，攒着给喜欢的男生做饭。小炫特地约了小文，说想让小文教他做饭。一直只是吃的小炫，为何突然爱上做饭？原来他的发小永太郎最近很苦恼，黑眼圈都出来了，竟有时胡子都不剃，头发乱糟糟的。但他眼里情人眼里出西施，他竟觉得这样的永太郎特别可爱。他认为男人虚弱时最容易被攻克，毕竟要抓住男人的心，就得先抓住他的胃。不过老实说，看到永太郎虚弱的样子，他很心疼，想和小文学做些好吃的给永太郎，让他打起精神来。于是他们约好周6去小文家学习。小炫从没用过菜刀，做饭也只能煮个开水。小文绞尽脑汁的想有哪些菜不需要刀工也能完成，突然想到了关东煮，白萝卜随便切就好，有削皮器的话剥皮也容易，水开了煮鸡蛋就行了。鲜美的汤慢慢熬，入味又软烂的白萝卜是关东煮的精髓，汤汁在口中弥漫，有点烫却很暖。煮熟的鸡蛋微微泛黄，用筷子戳开，把嫩滑的蛋白塞进嘴里，蛋黄弄碎后和汤汁融在一起，用白萝卜蘸着吃，清淡的萝卜配上浓郁的蛋黄味，味道相当棒。小文的沉浸式描述让周围的人都陷入其中。今天小店自制萝卜销量翻了几倍，一眨眼就到周6了。小文教小炫切萝卜时，一只手要像猫爪那样按住，另一只手用刀切。我懂了喵。但小炫一上手，完全不像说的那样，甚至感觉随时会切到手指。小文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萝卜就由我来切。小炫，你只要煮鸡蛋。小文很熟练的用刀削掉萝卜的边边角角，然后在表面划了个十字，魔芋切成适合入口的小块，为了入味还划了细小的刀口。其他食材也都准备好了，其中的油炸食品要用热水冲去表面的油脂和异味。小文给小炫安排了第2个任务，首先用砂锅烧1锅水，1升的水烧开后开始做关东煮的汤汁。先加入2大勺汤粉、5大勺酱油，还有1大勺味淋，
但小炫每次都没加对量。看看这汤汁的颜色，估计这锅关东煮味一定很重。小文加了些水稀释了一下，汤汁沸腾后转小火，避免变浑浊，然后依次放入萝卜、魔芋、鸡蛋和竹轮这些难煮的食材。先用小火盖上锅盖煮30分钟，然后加入其他食材，再等30分钟，再放鱼饼，最后盖上盖子焖6个小时就好了。小文沉浸在制作关东煮的喜悦中，而小炫不开心了，因为他只是一直在烧水。说完，他生气地穿上衣服离开了小文家。阿峰听后也觉得小文错了，但小文觉得是因为小炫什么都不会做，什么也做不好，才帮他的。不久后，小炫带着平黄芥末回来道歉。吃关东煮少不了这个调料，小文用毯子包好了砂锅，这种保温烹饪法能让锅里的温度缓慢下降。现在只需再次加热，一开盖，所有食材都染上了焦糖色，这是非常入味的标志，因为还有剩余汤汁，要为小炫准备给永太郎的魔法料理，所以小文要求大家别用自己的筷子。午饭后，小炫给永太郎发信息，约他下午1点空腹来小文家。为了让小炫亲自做出爱的料理，小文把所有步骤都亲自画了出来。这次他准备做自制魔法卷心菜卷，先把洋葱洗进剥皮切碎，然后热油锅翻炒洋葱，再把炒好的洋葱加入猪肉馅，外加面包粉和牛奶，加点盐和胡椒搅拌均匀，捏成小肉丸子，然后放入关东煮的汤汁中，加入卷心菜和肉丸子，盖上锅盖煮到卷心菜变软。这一切都是小炫独自完成的，虽然不完美，但已经很用心了。为了给小炫和他一个人独处的空间，小文和阿峰偷偷躲在了2楼的楼梯上，这里能清楚看到整个客厅。永太郎一到，小炫就端上了自己做的菜，红色的是用热水烫皮的小番茄，因为煮久了会变形，所以淋出锅时才放进去。吃时把长条卷心菜铺在盘子上，放上肉丸卷起来，再用牙签固定，自制的魔法卷心菜卷就完成了。只要咬一口就会感到充满活力。永太郎吃完后果然精神了不少，他感谢小炫为他的付出，两人还约定下次尝尝新菜。看来进展的挺好，只是永太郎还是没能说出其实喜欢的是小文，不知道最后一集会不会坦白呢？你尝过包整颗西红柿和芝士的饺子吗？贫困的女大学生独自在家，竟然做了6人份的煎饺。很少见到小文一大早这么精神焕发，一边唱歌一边使劲揉面团，这可是6人份的幸福种子，也意味着小文全家都会来东京。今晚在小文家举办第19次饺子大会，一定会相当热闹。因为某样东西忘在了学校，小文去采购时专门顺路去学校，没想到周6还能遇见小炫，但小炫没了平时的热情，看完手里的纸冷淡地说，打了个招呼就打算走。小文，你有事瞒着我吧？小炫手里的那张纸原来是小文之前在河边给永太郎画的素描，小文这才意识到在河边遇到的那个穿运动衫的男人竟然是小炫暗恋的发小。小文解释当时只是偶遇，他只是拜托永太郎当模特而已。你刚刚一说，我刚知道他是你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但小炫完全不相信这种说法，他觉得自己一直把小文当成最好的闺蜜，却有种被背叛的感觉。说完便转身离开。小文知道无论自己说什么，小炫都听不进去，待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回到家后，他把郁闷的心情发泄在厨房里，切菜声叮当作响，准备做饺子馅。上大学后终于交到几个朋友，结果还是不太会和别人打交道。这时小文只能盼着和家人聚会，但妈妈却打来电话说爸爸因为太激动在楼梯上摔倒，一只脚骨折不能来。可是厨房里准备了6人份的饺子，再能吃也吃不完啊。妈妈建议他叫上朋友开个饺子派对，这样才是享受大学生活的方式。阿峰原本想来吃点好吃的，看到小文心不在焉的样子，便从阳台离开了，还让他好好休息。一直能和小文聊天的玩偶北斋也突然沉默了，现在身边连一个朋友都不在了。小文感到特别的绝望，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忍住眼泪包饺子。明明这是他最喜欢的烹饪时间，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小炫喜欢吃饺子吗？这会儿他在甜品店和永太郎一起吃薄饼，他翻看和小文的合照，觉得那次的薄饼更好吃。为了振作起来，小文不停从冰箱取出各种食材，想着如果把小番茄和芝士包在饺子里会怎样。煎成香脆的羽毛形小番茄芝士饺子，一口下去，外壳酥脆，肉汁和番茄汁从酥软的饺子中溢出，再加上融化的芝士，美味3重奏即将上演。
她记得阿峰喜欢简单的味道，于是她在饺子馅里加了紫苏，配上橙醋会更清爽。要是永太郎能和小炫一起来，就给他包肉馅咖喱味饺子，将玉米和咖喱粉搅拌进馅料，再用小炫最爱的自制蛋黄酱增添风味。他希望通过料理传递幸福感，只有用心，食物才会有魔力。但现在连自己的心情都无法治愈。他回到客厅，把刚才想出的每种饺子都包了出来，拨电话邀请小炫过来吃饺子，但没想到被挂断了。他疯狂跑向他们出狱的甜品店、面包店和河边，脑海中不断浮现与小炫成为朋友的点滴，只为寻找第一个朋友的踪影，结果依然徒劳无功。失落地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听到了阿峰的声音。永太郎和小炫在客厅的餐桌前，几人在等他一起吃饺子。小炫已经想明白了，无论发生什么，小文是他最好的朋友。两人一把抱住，痛哭起来。这一幕让永太郎也眼眶发红。此时此刻的小文和小炫在他眼里显得特别可爱。很快饺子就煎好了，在大家的期待中，小文的家传软糯脆边饺子完美出锅。四个人热热闹闹地围坐在桌边。就在这时，小文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北斋又跟他说话了。失去的朋友全都回来了，小文的生活从未这么热闹。这顿煎饺真是特别有意义。几个人吃完饺子就在小文家客厅睡了。第二天，小文早早起来为大家做早餐。上大学近1年间，人与人的相遇以及美食的魔力让小文逐渐成长，但要成为优秀的女大学生，小文还需继续努力。